和亲舅舅合伙做海鲜水产批发，一年净赚285万，年底分红，他只扔给我12万块。档口是我的，本钱是我垫的，你出个力，拿12万不少了。我二话没说，将那还没他零头多的分红揣进兜里。听你的。他以为我傻，会一直给他当廉价劳动力，殊不知我用这笔钱直接盘下了对门的大户。我拉下卷，看着他那张瞬间惨白的脸，舅，以后各做各的吧。听说那天晚上他在档口坐了一宿，把计算器都砸烂了。阿海，一年的数285万，一年365天，我们俩轮班熬夜守着海鲜吃，基本没停过。总流水500多万，净利润差几千块就到290万，285万这个数对头。档口是我的，本钱是我垫的，大饭店的关系也是我跑的。你就是出个力，别这么看我。外面找个理货小工，一个月1万顶天了，我还得管吃管住交社保。这12万是你纯拿的，不少了。我算过无数遍，每一笔进货折损催款都是我经手。那几台破制冷机，光是我这一年修了就不止3万块。他说的对，档口本钱是他的，但那273万有多少是我熬瞎眼睛用命换来的？他从来不算。我说道：行，听你的。大海，你别多想，初一有批极品大龙虾到港，价钱不错，早点去码头。今年跟着舅舅赚了多少？怎么分的？一天328块。大海，咱们娘舅外甥合伙，利润对半分，有舅一口就有你。年前他说利润对半分，年后他说你就是出个力。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，这就是我一年拼死拼活的价值。他不是说档口是他的吗？那我就弄一个我自己的。我打电话问了市场招商的主管，对面那个500平的1级冷库，首租加押金最低只要12万，底下的散户关系我早跑透了，最快3天签合同，年前我就能开档。当晚我就把钱砸到了招商主管的桌上，合同连夜签，冷库钥匙握在手里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的命从不用再攥在别人手里。初一凌晨4点，码头寒风刺骨，我比往常提前2个小时到，船老大刚靠岸，我就迎了上去。老张，这批大龙虾我全要了，现款现结。阿海，船老大愣了愣，你舅舅那边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了？我掏出1沓现金，我现在自己干，价格高5个点，验货搬运我全包，您1分钟都不用等。船老大看着我，沉默了几秒，最终点了点头。等舅舅赶到码头的时候，那批极品大龙虾已经全部装进了我的冷链车。他站在空荡荡的码头上，脸色铁青。阿海，你什么意思？舅，您不是说了吗？各凭本事。初一开工大吉，我得抢个好彩头。我关上车门，车子发动，后视镜里舅舅的身影越来越小。我知道，我和他的梁子真是彻底结下了。大龙虾运回冷库，我连夜分拣。这批货品相极好，个个都在1斤半以上，虾钳饱满，须子完整。我按照不同规格分类装箱，每一只都用冰水保鲜，确保零死亡率。凌晨5点，我给市场里的散户群发了消息，不到半小时，冷库门口就聚了10几个人，他们都是我这一年跑下来的关系，谁家有困难我帮忙解决过。这些人情账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散户们验完货纷纷下单，我按市场价直接出货，不加价不囤货。2个小时整批大龙虾清空，净赚4万3千，第一笔资金回笼。海记水产冷库正式营业。上午10点，舅舅的电话打过来，我没接，紧接着市场里开始传消息，听说了吗？阿海跟他舅舅闹翻了，自己开档口了。谁敢跟阿海做生意，以后就别想从我这儿拿货。他舅舅放话了，得罪他舅舅，这市场还怎么混？中午开始，陆续有散户打电话来退订单，语气都很为难，说家里有事，暂时不进货了。我明白怎么回事，没多说什么，定金原数退回。下午3点，舅舅带着市场里几个老档口的老板堵在我冷库门口，他指着我鼻子说我白眼狼，说他把我从农村带出来，手把手教我做生意。我却恩将仇报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都在看热闹。我没跟他争辩那12万的事，只是平静地问他来找我干什么。舅舅被噎住，最后撂下狠话：市场里的船老大大客户，没人敢跟你做生意，你等着关门吧。他转身就走，那几个老板也跟着离开。围观的人群慢慢散去，窃窃私语声不断传来。我站在冷库门口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毫无波澜。这个市场我摸爬滚打了1年，哪条船什么时候靠岸，哪个散户需要什么货，我比谁都清楚。舅舅以为掐住了我的命脉，却不知道真正的关系是用心跑出来的，不是靠威胁维持的。当晚我挂出了招牌，海记水产批发5个大字正对着舅舅的档口，在夜灯下格外刺眼。我还在市场门口贴了告示，招聘理货小工，月薪1万2，包吃住交无险，干得好年底分红。第二天上午，一个叫小林的年轻人来应聘，他刚从老家出来打工，眼神里带着和我当年一样的渴望。我看了看他的手，满是老茧，是个能吃苦的。我当场拍板录用，让他下午就来上班。小林走后，我站在冷库里盘点库存，制冷机轰鸣作响，温度显示屏上的数字稳定在零下5度。我盯着对面舅舅的档口，那里灯火通明，人来人往，看起来生意红火。但我知道，没了我那几台老旧的制冷机，撑不了多久。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，3号机差点罢工，是我连夜拆了压缩机，换了零件才救回来的。舅舅根本不懂这些，他只会算账，只会谈关系。我掏出手机，翻开通讯录，里面存着10几个外地码头船老大的电话，都是我这一年跑货时认识的。舅舅以为切断本地货源就能困死我，他不知道这片海很大，不是只有一个码头。冷库外夜幕降临，我拉下卷帘门，锁好门锁。明天凌晨3点，我要开车去200公里外的南港码头，那里有个船老大答应给我留一批新鲜的东星斑。开业第3天，我妈来了，她提着保温桶站在冷库门口，头发比过年时又白了几缕。我正在跟小林清点货物，看到她的那一刻，手里的账本差点掉地上。我妈没说话，只是把保温桶放在桌上，里面是我最爱吃的排骨汤。她环顾四周，看着这个500平的冷，看着墙上挂着的海记水产招牌，我让小林先去忙，给我妈搬了把椅子。她坐下沉默了很久，终于开口问我，是不是真的跟舅舅闹翻了？我点了点头，没解释。我妈叹了口气，
昨天舅舅去家里了，我辛辛苦苦带他1年，他忘恩负义，他抢我生意，还接我的货，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呀！你舅舅让我来劝你，让你把冷库转出去，回去继续跟他干。他答应给你涨分红，1年给你20万。我听完没接话，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递给我妈，里面是我这1年的工作记录，每一笔进货单，每一张维修发票，每一次催款的通话记录，还有那几台制冷机的维修日志。我用红笔标注了重点。去年7月3号机压缩机故障，我连续熬了36个小时抢修。舅舅在空调房里打麻将。9月有个饭店拖欠货款15万，我跑了半个月才回来。舅舅说这是我应该做的。1月凌晨2点到货，我一个人卸了3吨海鲜，腰伤了1个月。舅舅第2天才来算账。我妈翻着那些单据，手开始发抖。1年365天，我和舅舅轮班，但实际上80%的活都是我干的，总流水500多万，净利润285万，舅舅给我12万，说我就是出个力。我妈的眼泪掉了下来，她把文件袋合上，站起身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就走。我知道她要去哪。下午4点，市场里传来争吵声，我妈堵在舅舅档口门口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他：阿海1年到底干了多少活？那12万是怎么算出来的？舅舅被问得哑口无言。他不懂感恩，档口是我的，本钱是我的，他凭什么要那么多？我妈听完冷笑一声，她说：当年你开档头的时候，启动资金里有5万是我借给你的，这笔账你还记得吗？阿海跟着你干了1年，你连个正经工资都不给，年底就扔12万打发人，你对得起良心吗？舅舅的脸涨得通红，想反驳却说不出话。我妈转身离开，路过我冷库门口时停下脚，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责怪，只有心疼和默许。她说了3个字：好好干。那天晚上，小林正式入职，我教他怎么验货，怎么分拣，怎么判断海鲜的新鲜度。他学得很认真，一边记笔记，一边问问题。我看着他，想起了1年前的自己，那时候我也是这样，以为只要肯吃苦，舅舅就会真心待我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的档口才是最可靠的。深夜11点，对面舅舅的档口还亮着灯，透过玻璃，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对着账本发呆。他身边的制冷机发出异响，显示屏上的温度在跳动，明显不稳定。我收回目光，锁好冷库的门。明天还有一批货要进，不能耽误开业。第5天，我的货源被切断了。凌晨4点，我照常去码头接货。老张的船已经靠岸，但他看到我却摇了摇头。阿海，对不住，今天的货已经被你舅舅全包了，价格比市场价高了2成。我愣了愣，转身去找其他船老大，结果一圈问下来，所有人都是同样的答复。舅舅联合了市场里另外3家大档口，把本地码头的货源全部出价，比市场价高出20%，就是要把我困死。我站在空荡荡的码头上，看着一船船海鲜被运走，手里的烟燃到了尽头。回到冷库，小林已经在等我了。他看我空手而归，脸上闪过担忧。我没多说，只是让他先去休息，自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翻通讯录。本地货源被封死，那就去外地。我记得2个月前跑货的时候，在南边的新码头认识过一个船老大，姓陈，他那批货当时滞销，品相不错，但个头偏小，本地批发商都不愿意收。我帮他分析了市场，建议他降价走散户渠道，最后3天就清空了库存。临走时，老陈说：阿海，以后有事尽管开口。我拨通了老陈的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。老陈的声音带着困意，我直接说明来意：最近有没有货？全要，现款现结。老陈沉默了几秒，你要这么多货干什么？我没瞒他，把舅舅封锁货源的事说了一遍。老陈听完骂了句脏话，说：这种吃相太难看。他让我等消息。挂了电话，天已经亮了。我没回去睡觉，而是开车直奔南码头。3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一路没停。到达南码头的时候是上午10点，老陈已经在等我了。他身边停着一辆冷链车，车厢里装满了刚卸下的海鲜。老陈带我验货，这批货是刚到港的东星斑和大闸蟹，个头虽然不是顶级，但新鲜度极高，鳃还是鲜红色的，腿有力。我当场拍板，全收18万的货款，当场转账。老陈看着到账短信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他说：阿海，你这小子有种，你舅舅那种人迟早要栽，以后我这边的货你优先挑。南码头这边刚开发不久，很多本地批发商还不知道这条线，这里的货源稳定，价格比北边低1成，而且船老大们都是实在人，不玩那些虚的。我跟老陈聊了很久，我心里有了底。舅舅以为掐住本地码头就能困死，却不知道这片还很大，码头不止一个。我开着满载的冷链车回到市场，小林早就在冷库门口等，看到车子他眼睛都亮了。我们连夜卸货，分拣上冰。这批东星斑和大闸蟹品相虽然不是顶级，但胜在新鲜，价格还比市场低半成。我给几个老客户打了电话，他们验完货当场就下了订单。当晚10点，这批货清空了一大半，回笼资金15万。第2天一早，我又开车去南码头，这次老陈给我介绍了另外2个船老大，是跑远洋的，货源更稳定。我跟他们谈了合作意向，承诺只要货品质量过关，我全部现款现结，绝不拖欠。阿海，你这么年轻就敢自己闯，有魄力。我们出海的人最看重信誉，你要是能一直保持现款现结，
我们的货优先供给你。三个船老大商量了一下，最后拍板同意。我跟他们一一握手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回程的路上，我接到小林的电话，他说：“老板，舅舅今天来冷库门口转了好几圈，看我们在卸货，脸色特别难看。还有几个散户来打听，问我们的货是从哪儿进的，价格怎么比市场还低。”我挂了电话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舅舅以为抬高本地货价就能把我逼走，却不知道他越是封锁，我的路就越宽。南码头的货源一旦稳定，我的成本比他低1成，价格优势立刻就能体现出来，到时候被困死的不会是我。南码头的货源稳定下来后，我的冷库生意开始起色。连续1周，我每天凌晨3点出发去南码头接货，上午10点前必定回到市场。这批货新鲜度高，价格比本地低1成，散户们尝到甜头，订单越来越多。第10天，老陈打来电话，说有件事想跟我商量。我当天下午就开车过去，老陈带我去了码头的一家大排档，他点了几个菜，倒了2杯酒，开门见山的说：“阿海，我看你这小子靠谱，想跟你签个独家供货协议。”我放下筷子看着他，南码头这边现在有5条船在跑，我、老王还有老赵，我们3家占了1半的货量。这段时间看下来，你每次都是现款现结，验货专业，从不挑3拣4。我们商量过了，愿意把货优先供给你，但有个条件，你得保证每周至少吃下20万的货，而且价格我们会比给别人低1半成。20万的货量对现在的我来说压力不小，但如果能拿到独家供货权，就等于掐住了货源的命脉。舅舅在本地码头抬价封锁，我在南码头拿到最低价，这一来一去，优势立刻就能体现出来。我跟老陈握了手，协议当场签，3个月为期，我保证每周20万货量，他们保证货源稳定且价格最优。签完协议，老陈又说了一件事，他说：“最近有人托关系来打听我的货源，出价很高，想撬走这条线。”老陈说：“阿海，做生意讲的是信誉，你对我们够意思，我们不会做那种吃里扒外的事儿，但你也得小心。你舅舅在本地经营多年，手段多着呢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心里有数。回到市场已经是晚上9点，小林还在冷库里整理货物，看到我回来，立刻迎上来说：“今天又有3家散户来订货，还有个饭店老板想谈长期合作。”第2天上午，我去了那家饭店，老板姓李，40多岁，在市里开了2家连锁店，每天的海鲜用量不小。他说之前一直从我舅舅那拿货，但最近发现死鱼率越来越高，投诉了好几次都没改善。我带他去冷库看了货，李老板验货很仔细，从鳃的颜色到鱼眼的清澈度，每一项都检查。最后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货确实不错，能不能保证稳定供应？”我把南码头的独家供货协议拿给他看，李老板看完当场拍板：“以后我2家店的海鲜全从你这儿走，每周至少5万的量。”送走李老板，我站在冷库门口点了根烟。对面舅舅的档口里，他正在跟人争吵，声音很大。透过玻璃能看到地上摆着几箱死鱼，一个客户正在拍桌子。小林走过来，小声说：“老板，听说你舅舅那边最近死鱼率特别高，他那几台制冷机老出问题，温度不稳定，好多货都损耗了。”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对面那几台制冷机，我太熟悉了。3号机的压缩机老化，必须每隔4小时检查1次温度。2号机的冷凝器有裂缝，夏天负荷一大就容易罢工。这些毛病我都摸透了，所以去年才能把死鱼率控制在3%以下。但舅舅不懂这些，他只会算账，只会谈关系，根本不知道这些机器的脾气。没了我，他的档口就像一台缺了零件的机器，表面上还在运转，实际上已经开始崩溃。当天晚上，我的冷库日流水第一次突破了10万。老板，咱们这个月肯定能盈利。小林兴奋地拿着账本给我看，我看着账本上的数字，心里却很平静。10万流水对舅舅来说不算什么，他巅峰时期一天能做30万。南码头的货源稳定了，大客户也开始积累了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一步步蚕食舅舅的市场份额。深夜12点，对面档口的灯还亮着，舅舅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对着一堆死鱼发呆。他身边的制冷机发出刺耳的异响，显示屏上的温度在疯狂跳动。锁好冷库，明天凌晨3点，南码头还有一批帝王蟹要检。独家供货协议签订后的第3周，我的冷库日流水稳定在12万以上。那天下午，老陈突然打来电话，语气凝重：“阿海，有人找到他，出价比我高2成，想买断南码头的货源。”对方是市场里跟舅舅关系最铁的老刘，我心里一沉，知道舅舅开始动真格了。阿海，那个价格确实诱人，但我们几个商量过了，做生意讲信誉，协议才签3周，不能说变就变。我打这个电话是想提醒你，你舅舅这次下了血本。谢谢老陈。当晚就开车去了南码头，3个船老大都在，我请他们吃饭。期间我没提加价的事，只是聊出海的辛苦，聊市场行情。老王说：“儿子明年上大学，学费还差1节。”我当场表示：“王哥，学费我来出，算预付货款，从以后供货里慢慢扣。”老赵说：“老婆生病住院，手头紧。”我直接赚了5万过去，说：“这钱应急用的，不着急还。”那个船老大看着我，眼神里多了些东西。阿海，你够意思。你舅舅那边出价再高，我们也不动摇。老陈端起酒杯说：“跟他们碰杯，心里踏实。”回到市场已是深夜，我坐在办公室里盘算，南码头货源稳住了，但舅舅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挖不走陈老大，他一定会从其他地方下手。果然，市场里开始传谣言，有人说我的货是走私的，没检疫证明；有人说我冷库不合规，随时会被查封；还有人说我跟船老大是亲戚，货源不稳定。这些话传得有鼻子有眼。很快就有客户打电话询问，我没慌，直接把南码头的检疫证明、冷库营业执照、供货协议全部拍照发到散户群里。谣言不攻自破，但舅舅没停手。市场管理处突然来人检查冷库，他们说接到举报，怀疑制冷设备不达标，要求停业整顿。我早有准备，冷库开业前，所有设备都按最高标准配置，
检疫、消防、环保证明一应俱全。检查人员翻了2小时，挑不出毛病，最后灰溜溜走了。送走检查人员，小林压低声音说：“是你舅舅去管理处举报的。”我点点头，这些手段早就料到了。当天下午，我的冷库日流水突破15万，正式超过舅舅的档口。消息很快在市场传开，所有人都在议论：阿海这小子真的起来了。傍晚，舅舅档口门口聚了一群债主讨债。舅舅这段时间为了封锁我货源，在本地码头高价抢货，又联合其他档口抬价，资金链开始吃紧，再加上死鱼率居高不下，客户流失严重，他的处境越来越艰难。小林说：“你舅舅那边3号制冷机今天又坏了，一整箱帝王蟹全死了，损失至少8万。那台3号机我太熟悉了，去年夏天他第一次出问题，我连续熬了36小时才修好。我知道他的每个零件每个脾气，但现在他不再是我的责任了。”当晚李老板打来电话，说他朋友也想从我这拿货，是市里另一家连锁饭店老板，每周至少7万的量。我答应第2天去拜访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冷库门口，对面档口灯还亮着，透过玻璃能看到舅舅一个人坐在那里，面前摆着一堆账单，他头发好像又白了几缕，背影格外苍老。我收回目光，锁好冷库门，明天还有批野生大黄鱼要进，客户已经预定了20万的量。市场里开始有人私下议论，说舅舅的档口撑不了多久了，他那几台老旧制冷机频繁出故障，死鱼率已经飙升到15%，很多老客户都开始转向我这边。小林整理完最后一批货，兴奋地说：“老板，咱们这个月纯利润能破50万。”我看着账本上的数字，心里很平静。50万对舅舅巅峰时期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。深夜，我锁好冷库，准备回去休息。路过舅舅档口时，看到他还在里面忙活，试图修那台3号机。他的动作很笨拙，显然根本不懂那些线路和零件。我站在门外看了一会，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了。我的冷库日流水稳定在15万后，舅舅开始打价格战。那天早上，市场里突然传出消息，舅舅的档口所有海鲜降价2成。亏本甩卖，很多散户听到消息，立刻涌向他的档口。小林跑来问我：“老板，咱们要不要也降价？”我摇摇头，我知道舅舅在干什么，他想用价格战把我拖垮，逼我要么跟着降价亏本，要么眼睁睁看着客户流失。但他算错了一件事，我的成本比他低1成，货源比他稳定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不需要跟他拼价格。我让小林去采购了一批保温箱和冷链配送车，我要升级服务，主打零死鱼准时达的高端路线。小林不太理解，说：“现在大家都在比价格，咱们搞这些有用吗？”我说：“价格战打到最后，拼的是谁先撑不住。与其跟他耗，不如换条路走。”接下来3天，我没降价，反而把精力全放在服务。每一批货出库前，我都亲自检查，确保没有一条死鱼。配送时间精确到半小时，客户什么时候要货，我就什么时候送到。刚开始，确实有些散户被舅舅的低价吸引走了，但很快问题就出现了。舅舅为了降价，开始从一些小码头进便宜货，品质参差不齐，再加上他的制冷机频繁出故障，死鱼率居高不下。很多散户拿到货后发现，表面上便宜了2成，实际损耗算下来反而亏了。第5天开始，有散户回来找我，他们说价格贵点无所谓，关键是质量稳定。我没多说什么，照常供货，照常服务。李老板打来电话说，他那个朋友考察完了，决定把所有海鲜订单都给我。那是市里最大的连锁饭店之一，每周至少10万的量。李老板说：“阿海，我朋友之前也去你舅舅那儿看过，但他那边货不稳定，死鱼太多。你这边虽然价格高一点，但零死鱼准时达，这对饭店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”我跟李老板的朋友见了面，当场签了合作协议，从下周开始，每周10万的订单全部走我的冷库。签完协议回到市场已经是傍晚，舅舅档口门口堆着好几箱退货，几个散户正在跟他争吵，舅舅的脸涨得通红，声音都哑了。小林说：“你舅舅这2天退货特别多，听说光是赔偿就赔了10几万。”我站在冷库门口，看着对面的情况，舅舅的价格战打了不到10天，就已经开始崩盘。他的资金链本来就紧张，现在亏本甩卖还要赔偿退货，根本撑不住。更致命的是，他为了降价进的那些便宜货，彻底砸了自己的招牌。很多老客户对他失去了信任，开始转向我这边。傍晚，我的冷库日流水突破了20万。小林兴奋地拿着账本给我看，说：“老板，这个月纯利润能破80万。”我看着账本上的数字，心里很平静。价格战从来不是靠谁降得更狠，而是靠谁能撑到最后。舅舅以为用低价就能把我拖垮，却不知道真正的护城河是品质和服务。深夜，对面档口的灯还亮着，舅舅一个人坐在那里，面前堆着一大堆账单和退货单，他的手机不停地响，应该是债主在催债。我锁好冷库的门，准备回去休息。明天还有一批澳洲龙虾要寄，那是李老板朋友饭店的第一笔订单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走到市场门口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舅舅的档口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冷清，那块挂了10几年的招牌在风中摇晃，发出吱呀的声响。市场里已经开始有人私下议论，说舅舅这次玩脱了价格战，没把阿海拖垮，反而把自己拖进了泥潭。还有人说，照这个趋势下去，舅舅的档口撑不过这个月。我没参与这些议论，只是默默做好自己的事。第2天一早，那批澳洲龙虾准时到货，我亲自验货分拣配送，一条龙服务做到完美。合作愉快。李老板的朋友收到货后，当场又追加了5万的订单。这场价格战他已经输了。价格战结束后的第3天，金鼎大饭店的张老板要办儿子婚宴，订了300桌海鲜。市场里出了件大事，市里最大的采购方金鼎大饭店的张老板
要办儿子婚宴，订了300桌海鲜，用量巨大。这单生意谁能拿下，基本就能在市场里站稳脚跟。张老板的饭店开了20年，一直是高端宴席的首选。这些年他的海鲜都是从舅舅那拿的，两人关系铁得很。婚宴定在周6，提前3天就开始备货。舅舅为了这单生意，几乎把所有资金都压了进去，从各个码头调货，想借这个机会翻身。周5下午，市场里突然传出消息，金鼎大饭店出事了。小林跑来说，舅舅供的那批海鲜出了大问题，帝王蟹死了一半，澳洲龙虾也不新鲜了。张老板在饭店里大发雷霆，要求舅舅立刻补货，否则就取消合作。我站在冷库门口，远远看到舅舅的档口乱成一团，他正在打电话调货，但现在是周5傍晚，婚宴明天中午就开始，根本来不及从外地调货，本地码头的货早就被他之前高价抢购得罪光了，现在没人愿意卖给他。下午6点，张老板亲自来了市场，他50多岁，平时很和气，但这次脸色铁青。他站在舅舅档口门口，声音很大，说：合作这么多年，一直信任你，但这次给的是什么货？300桌婚宴，让我怎么交代？舅舅满头大汗，不停道歉，说一定想办法补货。他说，如果今晚10点前拿不出合格的货，之后也不用合作了。张老板转身要走，正好看到我站在对面冷库门口，他愣了愣，走了过来，问我是不是阿海？我点点头。张老板直接问，你这边现在有没有货？帝王蟹要50只，澳洲龙虾要80斤，东星斑要100斤，全部要活的，品相要好，能不能今晚10点前送到饭店？我心里快速盘算，冷库里现货不够，但南码头那边老陈今天刚到了一批货，品质我很清楚，从南码头调货到市里，再配送到金鼎大饭店，时间很紧，但不是不可能。我说能做到，但得先去验货，确保质量没问题。张老板看着我，沉默了几秒，最后点头。他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婚宴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我立刻给老陈打电话，让他把今天到港的那批货留给我，然后叫上小林，开着冷链车直奔南码头。到达南码头已经是晚上7点半，老陈早就准备好了货，我一只只检查，确保每一只都是活蹦乱跳的验完货，立刻装车往回赶。回到市场是晚上9点，我和小林连夜分拣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敢马虎。9点40分货装上车，直奔金鼎大饭店。到达饭店的时候正好9点55分，张老板已经在后厨等着了，他亲自验货，龙蟹个个鲜活，虾前有力，澳洲龙虾须子完整，活力十足，东星斑腮色鲜红，鱼眼清澈。张老板验完货，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，阿海，这批货没问题，你救了我的急。我说这是应该做的。张老板看着我说了句话，小伙子，你这次帮了我大忙，后面我想跟你谈谈长期合作的事。我点了点头。回到市场已经是深夜11点，对面舅舅的档口还亮着灯，透过玻璃能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，面前摆着那批死掉的帝王蟹和龙虾，他的手机放在桌上，屏幕是暗，应该是张老板已经不接他电话。小林说，老板，你舅舅这次彻底完了，金鼎大饭店是市里最大的客户，丢了这个客户，他基本就没翻身机会了。我没接话，只是锁好冷库的门，明天还要去饭店帮忙，确保婚宴顺利进行。周6婚宴当天，我一早就赶到了金鼎大饭店，后厨里一片忙碌，我亲自盯着每一道海鲜菜品的制作。帝王蟹蒸得恰到好处，澳洲龙虾刺身新鲜无比，东星斑清蒸后肉质鲜嫩。张老板在宴会厅里招呼宾客，不时回头看看后厨的情况，脸上一直挂着笑容。中午12点，婚宴正式开始，300桌宾客对海鲜菜品赞不绝口。有几个老板当场问张老板，这批货是从哪进的？张老板笑着说，是市场里一个年轻人供的，质量没得说。到了下午3点，张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让服务员上了茶。他坐下来点了根烟。张老板说，这次婚宴的事他看清了。阿海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我这张老脸就丢尽了。合作这么多年，一开始确实不错，但这2年越来越不行了，死鱼率高，态度还傲慢，出了问题从来不认错，只会找借口。张老板说，阿海，我决定了，以后饭店的海鲜全从你这儿走，我这边有2家店，每周至少20万的量，你能保证供应吗？我说能保证。南码头那边货源稳定，质量有保障，而且我这边有专业的冷链配送，零死鱼，准时达。张老板放心。张老板听完满意的点点头，他说，下周1来饭店签正式合作协议，从下个月开始执行。这单生意拿下来，我的冷库日流水能稳定在30万以上，彻底超越舅舅巅峰时期的水平。我开车回市场，路上接到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是参加婚宴的老板打来的，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供货。我一一记下联系方式，约好时间去拜访。市场里现在都在传阿海拿下了金鼎大饭店的订单以后要起飞了。晚上8点，我站在冷库门口，看着对面舅舅的档口灯还亮着，但里面空荡荡的，只有舅舅一个人坐在那，他面前摆着一堆账单，手里拿着计算器，不停地按着。小林走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，老板，听说你舅舅今天去找张老板求情了，但张老板连门都没让他进，还有人说你舅舅这次婚宴的货全砸手里了，损失至少30万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点了根烟。舅舅这次是真的完了，丢了金鼎大饭店这个最大的客户，他的资金链彻底断裂，再加上之前价格战的亏损，
还有那些高利贷的利息，他已经撑不住了。市场里开始有人私下议论，说舅舅的档口撑不过这个月了。还有人说他那几台老旧的制冷机已经彻底报废了，修都修不好。第二天我去拜访了那几个在婚宴上认识的老板，他们是市里有名的饭店老板，对海鲜的要求很高。我带他们去冷库看了货，又详细介绍了南码头的货源和配送服务，几个老板都很满意，当场就签了合作意向书，加上金鼎大饭店的订单。我手里现在有5家大饭店的长期合作，每周总量超过40万。小林兴奋地说：“老板，咱们这下真的起来了！”我看着手里的合同，心里很平静。从12万到现在，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我不仅站稳了脚跟，还拿下了市场里最优质的客户资源。当天下午，我去了趟南码头，跟老陈他们商量扩大供货量的事。老陈说：“没问题，他们那边还有2条船可以调配，保证货源稳定。”回到市场，已经是傍晚，我看到舅舅的档口门口又聚了一群债主，声音很大，在催他还钱。舅舅站在那里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色苍白，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10岁。小林说：“老板，听说你舅舅今天去银行贷款了，但被拒了，现在他欠的钱加起来有100多万，根本还不上。”我没接话，只是回到冷库里继续工作。明天还有一批货要进，不能耽误。拿下金鼎大饭店的订单后，我的冷库日流水稳定在30万以上。但我知道，光靠几家大饭店还不够，市场里的散户才是基本盘，只有把他们整合起来，才能真正掌控这个市场。那天下午，我把市场里10几个跟我关系不错的散户叫到了冷库。这些人是我这大半年跑下来，有的是我帮忙垫过资金的，有的是我帮忙解决过货源问题的。我给他们倒了茶，开门见山的说了我的想法。我说，现在市场竞争激烈，散户单打独斗很难生存。我想成立一个供销联盟，以我的冷库为中心，统一货源，统一价格，统一配送，大家抱团取暖，利润共享。几个散户面面相觑，有人问具体怎么操作。我说很简单，第一，货源统一从我这儿走，我保证质量和价格都是最优的。第二，配送统一，用我的冷链车降低损耗，利润按比例分成，我拿30%，你们拿70%。有个姓王的散户说，阿海，你这个想法不错，但凭什么我们要跟你合作？万一你拿了货源优势压我们怎么办？我说，王哥，咱们合作这么久了，我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。再说了，我要是想压你们，现在就可以做。我成立这个联盟是想让大家都赚钱，而不是我一个人吃独食。另一个散户说，阿海，你舅舅那边怎么办？他现在虽然不行，但毕竟在市场混了10几年，关系还在。我们要是跟你合作，他会不会报复？我说，他现在自身难保，哪有精力管你？做生意看的是实力，不是关系。几个散户商量了一会，最后都点了头。当天晚上，我跟13个散户签了联盟协议。他们说，阿海，你这人够意思，我们信你。从下周开始，他们的货源全部从我这走，配送也统一用我的冷链车。我承诺保证货源稳定，价格最优。临死于小林兴奋地说，老板，这下咱们真的把市场整合起来了。这个供销联盟一旦运转起来，我就掌控了市场里大部分的货源和销路。舅舅那边的市场份额会被进一步挤压，他的处境会更加艰难。联盟正式运转，我从南码头调来了大批货，统一分配给联盟成员，配送车按照预定时间准时送达，每一批货都是零死鱼。散户们拿到货后，纷纷竖起大拇指，说大家抱团取暖，生意越做越好。市场里很快就传开了，阿海成立了供销联盟，10几个散户都加入了，大家抱团取暖，生意越做越好。舅舅听到这个消息，脸色更加难看，他的市场份额本来就被我挤压的所剩无几，现在我又整合了散户，他彻底失去了竞争力。小林说，老板，你舅舅今天又去找了几个散户，想拉他们回去，但没人理他，还有人当面跟他说，现在跟着阿海干，货源稳定，价格公道，为什么要回去跟你？我没说话，只是继续忙自己的事。当天下午，我接到老陈的电话，他说，南码头那边又来了2条新船，货源更加充足了。他问我能不能再增加供货量，我们这边货太多了，需要稳定的销路。我说没问题，现在有了供销联盟，我的销路完全打开了，再多的货也能消化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冷库门口，看着对面舅舅的档口，他正在跟一个债主争吵，声音很大。债主指着他的鼻子骂说，借了钱就要还，别找借口。舅舅满脸通红，不停地解释说，再给他几天时间，他一定想办法还钱。但债主根本不听，直接威胁说，如果这周还不上钱，就去法院起诉。小林走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，老板，听说你舅舅现在欠的钱已经超过150万了，他那个档口抵押出去也不够还债，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我站在冷库门口，看着整个市场灯火通明，人来人往，一片繁忙景象，而对面舅舅的档口却显得格外冷清。小林说，老板，现在市场里都在传，你才是这个市场真正的老大，你舅舅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我没接话，只是锁好冷库的门。明天还有一批帝王蟹要进，联盟成员已经预定了50万的量，这个市场已经是我。供销联盟运转了2周，一切都很顺利，我的冷库日流水稳定在40万以上，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60%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冷库里盘点货物，老陈突然打来电话，语气很急。他说，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预警，超强台风3天后登陆，所有船只必须回港等避风。这意味着至少1周时间，市场上不会有新鲜海鲜供应。我心里一紧，立刻问老陈，现在还能不能出货？老陈说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明天开始所有船只都要回港，要不要？全要，马上过去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叫上小林，开着冷链车直奔南码头。台风期间市场断货，海鲜价格肯定会暴涨。如果我能提前囤够货，不仅能保证联盟成员的供应，还能稳住市场。
码头那边现在应该已经开始清仓了。到达南码头已经是傍晚，老陈他们正在紧急卸货，码头上一完货，现场转账。老陈说：“阿海，这次台风来势凶猛，你要做好准备。我估计至少要停1周，市场上肯定会断货。”我点点头，我心里有数。连夜把货运回市场，已经是深夜11点。我和小林开始分拣打包入库。我特意检查了冷库的备用电源，确保台风期间不会断电。第二天一早，市场里就开始传台风的消息。小林说：“老板，现在市场上到处都在抢货，价格已经涨了30%了。”我说：“不着急，先保证联盟成员的供应，多余的货再看情况。”我把联盟成员召集起来开会。台风要来了，市场会断货至少1周。我这边提前囤了货，保证大家供应不受影响，价格不涨。阿海，还是你有远见，要不然这次我们都得停业了。是啊，现在市场上到处买不到货，就你这边有。会议结束后，市场里开始有其他档口老板来找我，想高价买货，我都拒绝了，说货要优先保证联盟成员。下午我听到一个消息，舅舅也在囤货。老板，你舅舅借了高利贷，从几个小码头高价收了一大批货，听说他想趁台风期间大赚一笔翻身。我心里一沉，舅舅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。这次是孤注一掷，但他那几台老旧的制冷机根本撑不住大批量的货，一旦出问题，损失会非常惨重。当天傍晚，我特意去看了看舅舅的档口。他正在指挥工人往冷库里搬货，脸上难得露出了笑容。他那几台制冷机全部开到最大功率，发出刺耳的轰鸣声。我站在对面，看着那些老旧的机器，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老板，你舅舅这次囤的货至少有50万的量，他那几台破机器能撑得住吗？我摇摇头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冷库里又检查了一遍所有设备，制冷机运转正常，温度稳定在-5度，备用电源测试完毕，可以随时启动。我还准备了几台小型发电机，以防万一。深夜12点。我站在冷库门口，看着天空，乌云开始聚集，风越来越大。气象台的预报说，台风会在后天凌晨登陆，风力达到14级。对面舅舅的档口还亮着灯，透过玻璃能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对着那些货物，脸上带着期待的笑容。他以为这次台风是他翻身的机会，却不知道这可能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第二天台风越来越近，天空阴沉沉的，风力已经达到了8级。市场里很多档口开始提前关门，准备应对台风。我让小林再次检查了所有设备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联盟成员也都做好了准备，等着台风过后继续营业。下午4点，我接到老陈的电话：“阿海，台风比预计的还要强，你那边一定要小心。我们这边所有船只都已经回港加固了，码头也清空了。”放心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冷库门口，看着越来越暗的天空，风越来越大。对面舅舅的档口里，他还在忙碌，但我注意到他那台3号制冷机的显示屏开始闪烁，温度显示不稳定。我心里一紧，那台机器我太熟悉了，这是要出故障的征兆。台风登陆，狂风暴雨瞬间席卷整个城市，路上的广告牌被吹得东倒西歪，树木拦腰折断，市场里一片漆黑，只有几家档口的应急灯还在闪烁。我和小林守在冷库里，紧紧盯着设备运转情况。制冷机运转正常，温度稳定，备用电源随时待命。凌晨4点，市场突然停电，我立刻启动备用电源，冷库里的灯重新亮起，制冷机继续运转。我松了口气，这就是提前准备的好处。小林趴在窗边往外看，突然说：“老板，你舅舅那边好像出事了。”我走过去，透过雨幕看向对面舅舅的档口，一片漆黑，制冷机全部停止运转。他正拿着手电筒在里面乱转，显然是在找备用电源，但他根本没有准备。小林说：“老板，他那边要是一直断电，那些货全得完蛋。”我没说话，继续盯着自己的设备。台风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，风雨渐渐小了，天空开始泛白。我走出冷库，市场里一片狼藉，到处是被吹落的杂物和积水。对面舅舅的档口门大开着。老板，你舅舅那边全完了，停电6个小时，制冷机全部罢工，50万的货全部死光了。帝王蟹、澳洲龙虾、东星斑全部变成了一堆烂肉。舅舅坐在那里，两眼无神，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灵魂。他看到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低下了头。我转身离开，没再看他。回到冷库，我开始清点货物。台风期间零损耗，所有海鲜都是活的。我立刻通知联盟成员，台风已过，货物充足，可以正常供货。上午10点，市场开始恢复营业，但大部分档口都因为停电损失惨重，根本没货可卖。整个市场里，只有我的冷库还在正常运转。很快，市场里唯一有货的只有海记水产。各大饭店的采购员纷纷打来电话，问我能不能供货。我说可以，但价格要按市场行情走，联盟成员优先供货，价格不变，其他客户按市场价。当天我的冷库被挤得水泄不通，饭店老板、散户，甚至其他档口的老板都来找我拿货。我按照顺序供货，保证每个客户都能拿到货，但绝不囤积。老板，今天的流水已经破100万了。我没说话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，但这就是市场规律，有准备的人活下来，没准备的人被淘汰。下午3点，几个债主来到了舅舅的档口。老李，你借我们的钱怎么还？这些烂货能值几个钱？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想办法还钱。如果3天内还不上钱，就去法院起诉你，查封你的档口。舅舅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力气，靠在墙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老板，你舅舅这次50万的货全砸手里，还欠着100多万的债，他根本翻不了身。
我站在冷库门口，看着对面的情况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当晚台风彻底过去，天空放晴，我站在市场门口看着满天星辰。这场台风彻底改变了市场的格局。对面舅舅的档口里灯还亮着，他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对着那堆烂掉的海鲜一动不动。那些制冷机彻底报废了，显示屏全部黑屏，再也修不好了。听说老李这次是彻底栽了，台风前孤注一掷借高利贷囤货，结果一夜之间全部打了水漂。现在不仅翻不了身，还背上了更多的债。第二天，老陈打来电话说，台风过去了，船只开始陆续出海，3天后就有新货到港。需要多少辆？按之前的2倍准备。现在市场断货，需求量很大，很多档口都在清理损失，有的甚至直接关门了。而我的冷库生意却比以前更好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冷库里清点新到的货。老板，你舅舅在门口，说想见你。我抬起头，透过玻璃看到舅舅站在门外，他头发乱糟糟的，胡子拉碴，整个人憔悴的不成样子。舅舅看到我，半天才挤出2个字：阿海。我点了根烟，没说话。等他开口，舅舅沉默了很久。就求你件事儿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台风那晚，我那批货全完了，现在债主天天上门，说要去法院起诉我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你能不能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上，帮救一把？舅，你欠多少？加上利息160万。160万不是小数。阿海，就知道以前对不起你，12万那事儿是旧糊涂了。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，160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你借给舅舅，以后一定还你。舅，你拿什么还？我还有那个档口，虽然现在不值钱了，但地段还在。等我翻身了，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舅，你觉得你还能翻身吗？舅舅被我这话噎住，脸涨得通红。我继续说，台风之前，气象台发了预警，所有人都知道要准备备用电源，你不准备，孤注一掷借高利贷囤货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现在出事了，你来找我借钱，凭什么？阿海，咱们是亲戚。舅，当初分红的时候，你可没把我当亲戚。1年365天，我跟着你拼死拼活，你给我12万，说我就是出个力。现在你出事了，又想起咱们是亲戚了。舅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不是借钱给你。阿海，你说，只要能帮舅度过难关，什么条件都行。把你的档口转让给我，我出160万，帮你还清所有债务。那个档口现在就是个空壳，制冷机全部报废，客户也都流失了。就算他不转给我，债主也会去法院查封。与其被查封，不如卖给我，至少能还清债务，不用坐牢。阿海，档口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心血换不来钱。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把档口传给我，还清债务，重新开始；要么等着债主去法院起诉你，档口被查封，你还要坐牢。阿海，你能不能再加点钱？160万是市场价，你那个档口现在的状况，能值这个价已经不错了。舅舅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低下头说：“我考虑考虑。”我说：“舅，债主给你的期限是3天，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，你没多少时间考虑。”舅舅没再说话，转身离开了。他的背影佝偻着，像是一下子老了10岁。当晚我接到消息，债主又去了舅舅的档口，直接把档口的东西搬了出来。如果明天还不还钱，就去法院起诉。舅舅站在档口门口，看着那些人搬走他的东西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第2天上午，舅舅又来了，这次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是档口的产权证明。他站在我面前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把文件递给我，说：“阿海，我同意了。”我接过文件，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舅，下午去公证处办手续。”舅舅点点头，转身要走，走到门口，他突然停下来，回头看着我说：“阿海，你赢了。”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离开。我当天下午就办完手续，立刻开始装修，把新旧档口打通，扩建冷库。我站在冷库门口，看着对面那个即将属于我的档口，那块挂了10几年的招牌还在，但很快就会被换成海记水产。转让协议签完的第2天，我就开始了档口的改造。我请来了专业的装修队，把旧的旧档口和我的冷库打通，拆掉中间的隔墙，整个空间瞬间扩大了1倍。我订购了6台全新的进口制冷机，配备了最先进的温控系统和备用电源，冷链配送车也增加到了5辆，可以同时服务更多客户。装修期间，市场里的议论声不断。阿海这小子够狠，连自己舅舅都不放过。舅舅当初要是对阿海好点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没理会这些议论，只是专心盯着装修进度。1周后，新档口装修完毕，1000平的超大空间，6台崭新的制冷机整齐排列，冷链配送车停在门口，海记水产批发的招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开业那天，我没搞什么仪式，只是通知了联盟成员和几个大客户，但消息还是传开了。市场里几乎所有人都来看热闹。张老板带着几个饭店老板过来祝贺，他看着这个规模，竖起大拇指说：“阿海，你这才几个月时间，能把市场整合成这样，了不起！”海哥，他们说跟着我干这2个月，赚的比以前1年还多。我说：“大家一起努力，以后会更好。”开业当天，日流水突破了150万，订单从早上排到晚上，5辆配送车不停的往返，所有客户都按时拿到了货。
小林兴奋地拿着账本给我看，说：“老板，按这个势头，咱们这个月纯利润能破300万。”我点点头，300万是我和舅舅去年一整年的净利润，现在1个月就能做到。傍晚时分，我站在档口门口，看着整个市场。以前舅舅的档口位置，现在已经是我的了。当晚，我把联盟成员和几个核心员工召集起来开会，我说：“从下个月开始，我拿2成，你们拿8成。”老板，这怎么行？你提供货源、配送还要承担风险，拿2成太少了。王哥，我现在规模大了，量去了2成也不少，你们多赚点，才有动力继续跟着我干。跟着你干，我们值了。会议结束后，我站在档口门口，市场里灯火通明，一片繁忙景象。老板，舅舅今天来市场了，在门口站了很久，看着咱们的新档口，从这头看到那头，从那头看到这头，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，最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舅舅拿着那160万还清了所有债务，但他在这个市场混了10几年的根基彻底没了。深夜，我锁好档口的门，准备回去休息。路过市场门口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那里，是舅舅。他站在市场门口，看着那块海记水产批发的招牌，眼神复杂。我走过去，站在他身边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阿海，好好干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。我站在市场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。他的背影佝偻着，走得很慢，再也没有当初那个档口老板的意气风发。从12万到现在，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我完成了一次彻底的逆袭。市场里最大的档口，最稳定的货源，最优质的客户，全都在我手里。这个市场现在是我的了。从年底这一年，从年初拿着12万决裂，到现在掌控整个市场，恍如隔世。那天下午，我把所有员工和联盟成员召集起来，在新档口里摆了10几桌，小林、老陈、老王、老赵，还有13个散户，所有跟着我一起打拼的人都在。我站起来，端起酒杯，说：“这一年多谢大家的支持，今天是年底分红的日子，我说话算话。”小林第一个拿到分红，我给他包了个红包，里面是20万。他当初月薪1万2，我答应过他，干得好年底分红，这20万是他应得的。13个散户也都拿到了分红，小林和散户们激动得说不出话。大家跟着我，我不会亏待你们，明年继续好好干，会更好。海哥，啥也不说了，都在酒里。海哥，阿海，阿海，你这小子有情有义，我们没看错人。阿海仗义，跟着阿海干没错。陈叔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海记，这一年的货你们给的都是最好的，我心里有数。来，咱们敬海哥一杯。要不是他，还在给人打工，1个月赚那点死工资，都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宴席散了，已经是深夜，我站在档口门口，小林走过来，拿着一份账本给我看，说：“从开业到现在，总流水2300万。”我接过账本，翻看着上面的数字，净利润850万。去年跟舅舅干了一整年，总流水500多万，最后到手12万。今年自己干了不到3个月，净利润就是去年的3倍。这一年我明白了很多道理，规则只有握在自己手里，才是真正的底气。当初舅舅说档口是他的，本钱是他的，关系是他的，所以他说了算。现在档口是我的，货源是我的，客户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但我不会像舅舅那样，他当初吃独食，压榨我，最后众叛亲离。我要做的是让跟着我的人都能赚到钱，这样才能走得更远。小林告诉我，舅舅现在在一家小饭店打工，做后厨。舅舅从档口老板变成了打工的，这个落差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，但这是自己的选择。当初他怎么对我，现在就怎么收场。深夜12点，我锁好档口的门，新年的钟声快要敲响了，市场里开始有人放鞭炮。我站在海记水产批发的招牌下，看着这个1000平的档口，看着那6台崭新的制冷机，看着门口停着的5辆冷链配送车。从12万到850万，从一个被压榨的打工仔到市场里最大的供应商，我用了不到3个月。这一年，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：规则只有握在自己手里，才是真正的底气。小林走过来说：“老板，新年快乐！”新年快乐！远处的天空开始绽放烟花，5颜6色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市场。我站在档口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很平静。明年我要做得更大，还要把生意做到周边城市。但现在，我只想回家吃顿年夜饭。妈，我明天回家。手机很快回复了好。妈，等你。我收起手机，锁好档口的门，开车离开了市场。后视镜里看到水产批发的招牌，在夜色中格外醒目。